可以说高市现在就是日本右翼扔出来投石问路的弃子，事情都是他干的，话都是他说的，发现抱美国的大腿也得不到骨头和保护的时候，立刻就会被扔出来顶黑锅的弃子。实际上川普的巡幸日本就已经做好了解开狗绳自己后退的准备了。如今大量的美军力量被投入了加勒比海，本身就是一个后撤的姿态。最可笑的就是昨天董王接受福克斯的采访，主持人挑事的说，东大一个外交官说咱小弟家的首相应该被斩首，这种事情肯定不是我们的朋友，对吧？川普很智慧的回答说，我们的很多盟友也不是朋友，把日本网友直接给听破防了。我一直都在强调发展才是我们的主要战略目标，不跟代理人缠斗，唯一的对手只有美国，不要轻易的卷入争端而延缓我们的发展。现在美国松狗绳的做法也是明牌的，就是要养了80年的地缘蝎子，发挥减缓我们发展的作用。然而我们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随着最近家里频繁对台打出的感情牌、敲打牌、利益牌和震慑牌，尤其是新航母入列、玄龙组队飞行演训的画面曝光，其实两岸统一现在反而成为了我们主动塑造周边地缘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首先祖国统一本就是我们任务清单首位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儿，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做以及怎么做。而现在我们时不时的事实性改变一下，某个地区重点强化一下，就成了对美日这两个目前实力都不太富裕的穷鬼帝国主义者非常难受的出血点。不花钱保持控制和威慑不行，可花重金和资源在西太，其实也只会加剧他们本就不多的资源流失而已。两国心里都知道，现在耍狠只是为了能让东大不要轻举妄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工业制造占比达到全球 30% 的新型制造业强国战败过的例子。他们两国都是从这条路上扩起来的，深知现在投入太多资源下去，最后一定是打水漂的道理。所以事情如果辩证一点来看，与其说是美国驱赶仆从来叫嚣拖住我们，其实又何尝不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上随时给他们开刀放血。只要我们有序推进自己的战略部署，日本就只能放弃自身的战略发展，而错配国内的生产要素，自断一腿暴打主人拖住我们，进而放大社会内部的矛盾。而从另一个底层逻辑来说，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货币，可不完全是贸易出来的，还是打出来的。如果现在美军能复刻一场海湾战争或者反恐战争，38万亿美元的债一下子就不愁了。全球如果都需要美元，就不会存在美元超发。本质上美债出问题就是美军出了问题，是有些国家发现不用美元也不会有灭顶之灾了，有些国家发现存在美国的混天绫也搅不动的新势力了，还能提供新的避险资产了，有些国家发现体系化武器可以保平安了，还有一些国家发现自己的资源不用经过美元抽血就能换回来几乎全部的工业品了。那对美元需求的萎缩，其实才是造成美元潮汐失调、霸权根基不稳、国债超发难以消纳的根源。可以说，通过武德充沛给主权货币授信是需要一次展示的机会的。如果往对手挖好的代理人战争和大国争霸的坑里跳，自然是分散我们的发展精力的。可是按照自己的战略节奏，为实现祖国统一秀肌肉，不仅不会带来对发展的冲击和看衰，实际上在地缘变局周期交汇之上，完成一项本就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反而会产生更强的授信效果。如今美国想的是把本子抛出来顶包，本子想的是把一个激进的缺乏民意基础的女性抛出来顶包，要是真玩砸了，就把高市扔出来抵债。然而很明显，现在本子的高层还没太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以为跟过去一样打打绿蛙的牌，表达一下对主人的忠心就完成了任务。我们是一贯稳定内敛的，对我们只打嘴炮一般不会有事儿，毕竟菲律宾和印度不都好好的吗？然而这次公开沆瀣一气的绿蛙和本子家的右翼，我认为却未必能够全身而退，因为纵观全球，最近50年都找不到比他们两个凑一起更合适的靶子了。这种送上门来还灼伤过咱眼睛的绞盆机，用牛刀正合适。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